市场不会奖励美国的财政纪律，只会惩罚美国资产的战略投降。要是没有 AI 撑着，更没人来买美债了。美债突破40万亿了啊！我特好奇大旗党该怎么表乎啊？美债连着整个 G10的长债崩成现在这样。在麦加协议出炉，美伊停火协议到期，伊朗和阿曼排除美方聊通航，李在明对特朗普的中东战事求援说 no thanks 之后，在林肯号要撤离中东，本福德号趴窝南海，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表示，既然中东基地都被炸了啊，要重新考虑美国在中东的介入形势之后，30年期美债华丽丽的在昨天崩出了一个5.337的响屁。同一天，三大人民币汇率报价全线升值，中间价升值了51个基点。金融机构高喊流动性收紧啦美债日债有事儿，就是全球资产有事儿，咱没有人家的流动性咱家的核心资产那啥也不是啊。当年克鲁格曼也是这么说的，美债大而不能倒，否则全球必受损，所以美国的债主必然会帮助美国扛住美债。很显然，现在美国的前3大债主都在抛美债，而流量媒体呢，则煞有介事的将 AI 的资本开支和美债挂钩，信誓旦旦美国的 AI 投入不可持续，因为美国政府都借不到钱啦，美国科技企业却在疯狂的借钱投入，这胳膊呀是掰不过大腿的，美股科技借不到钱，美国吃不到肉，咱家就喝不着汤。但是我的判断是，G10的长债这次集体骨折，是西方自2008次贷危机之后毫无纪律的财政政策和美国的量化宽松到终局的反噬。没有 AI 的资本开支，这个踢云纵也有踏空的那一天。而 AI 不是美国的可选项，反而是必选项。美国的诸多资产叙事都已经被打破了神话。AI 是少数幸存的未来期权，如果 AI 叙事破了，市场不会奖励美国的财政纪律，只会惩罚美国资产的战略投降。要是没有 AI 撑着，更没人来买美债了，到时候长债才真的完蛋。其实现在市面上大量的悖论乍一听很合理，一推敲就很荒谬。如果美元好，我们才能好，那为什么不拖美债呢？我们如果愿意出手，那还有日本什么事儿？如果美国 AI 缺投入，我们的科技天就黑了。那我们最该做的就是保住美债，甚至保住美国在中东的霸权，让油路通畅，美国通胀回落，然后联储就可以麻溜的降息，岂不是最有利于科技发展了，市场繁荣了？甚至说为了不让日元加息，保护全球的流动性源头，那咱应该扶持本子的工业呀，对吧？它出口好了，日元的贬值压力就小了，那还两用物像什么？那为啥咱不干呢？天天搞国产替代开源大模型，追着美国 AI 巨头的这个估值空间一路的怼，图什么呢？图咱自己不好吗？不奇怪吗？人民币直线上升，有人阴阳怪气的抱怨，那市场怎么不立刻体现呢？那是那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股债跷跷板它还不好使了呢，它怎么不体现呢？股债双杀了，结果把人民币买涨了，到底为啥呢？其实这就是金融主权和实物主权开始掰手腕，逐步进入到僵持甚至反攻的阶段的表现。美债不行，单纯是因为美国科技公司资本投入大吗？还不是债发多了。美国如果没有这40万亿的国债，会如何呢？大可以加息。美国的短端利率一高，全球热钱自动流入美元汇率就会涨高，之后美股就高，然后通胀降，长债的这个利率自然就降了。这个就是拜登时期一直在干的事情。可现在为什么搞不了了呢？因为债太多了，加息这个利息它还不起，而且全球能流入的热钱已经被拜登时期薅的差不多了，现在都是不太愿意流入的资金。加息很有可能这个边际的递增还没把资金拉进来，让美股撑起来，先把自己耗死了。资金原本不在美股就在美债，不在美债就在欧日债，结果呢现在在哪儿呢？现在的资金在科技公司的债里。说白了，这些国家这些年天天印钱，啥也不干，造不出打不赢，欠了那么多的白条，国债的安全性摇摇欲坠，都不如公司债靠谱。退一万步说，美国的 AI 产业现在还是全球唯二，买了依旧值钱，而且具有转手的市场。这些国家的国债要是真违约了，那是一文不值。所以现在不是 AI 让美国乃至整个同气连枝的西方经济体没钱了，而是西方自己本就寅吃卯粮，把避险资产给折腾成风险资产了。那怎么折腾成这样的呢？这就得给大家介绍一下西方在2008年之后为自己无纪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个寅吃卯粮饮鸩止渴专门炮制的这套理论，现代货币理论也叫 MMT。
2008金融危机之后，这套理论就从学术界的边角料一步一步变成了西方各国的实际操作，遇事不决，量化宽松，经济不行，放水刺激，零利率、负利率成了常态，政府债务一路飙升，所有人都假装债务不是问题。MMT 的核心逻辑极其简单粗暴，就是说只要一个国家能发行自己的主权货币，它就永远不会破产，因为它可以印纸还钱嘛，对吧？可以印钱还债。所谓财政赤字货币化就说这个，所以财政赤字它不重要，政府想花多少就花多少，只要通胀不失控就行。为什么呢？那通胀失控就意味着你有可能放水，然后变相赖账嘛。那现代货币理论它怎么来抑制通胀呢？它就是假设呀，政府可以通过加税和发债轻松的就回收这个货币来抑制通胀。可是放在西方那个选票政治的语境里，结果我们都看到了，它怎么可能轻易就抽水呢？